梁山好汉战力值大排名，能够跻身于一线行列的都有谁呢？首先说明一下战力值和武力值的区别。武力通常指武将的单一作战能力，主要表现方式是近战武器攻击，而战斗力则是要综合考量武力、暗器、法术、武技等多重因素。那么按照这个标准，梁山第一战力应该是入云龙公孙胜。为何说是公孙胜呢？因为他的法术可以碾压任何武将，一个五雷天罡大法祭出，在座的所有好汉都得倒下，而且他还会腾云驾雾，用法术羞辱你一番，他就驾云跑路，你想追都追不上。那么公孙胜排第一，谁是第二呢？自然是混世魔王樊瑞，他的法术本领仅次于公孙胜。书中对他的登场描述是能呼风唤雨，善使流星锤，神出鬼没。上了梁山后，他拜公孙胜为师，学会了威力无穷的五雷天罡正法，实力直接又提升了一个档次。而由于公孙胜在征方腊之前就离开了梁山集团，樊瑞只好一个人扛起梁山的法术大旗。在征方腊后期，他凭借法术多次斩将立功，先是在攻打苏州时斩杀飞天大将乌虎，而后在睦州之战中又助关胜斩杀郑魔军郑彪，连五虎将之首的关胜都需要樊瑞帮忙才能克敌，这里就可见樊瑞有多厉害。好了，说完他们这两位法术特殊流，下面才是武将的主场。能够排在第三的是玉麒麟卢俊义。卢俊义是妥妥的水浒武力第一，而且是断层式的领先。征辽时，他单枪匹马杀散1000辽军的战绩简直不要太逆天。一线战力第4位是莫羽见张青，因为咱们是论战力值，所以就不得不把张青排在这里。他那一手百发百中的飞石就是战力的一种体现。东昌府一战，他不用武艺，只用飞石便将关胜、呼延灼、杨志、董平等众多一流高手打得落花流水，毫无招架之力。其中呼延灼连手中的钢鞭都使不动，所以在战力方面上，张青是要强于他们的。但如果是纯论武艺，那张青就比较菜了，最多就是二流水准。征方腊时，他不骑马，也不用飞石，跟随董平去攻打独松关，结果被敌将厉天润一枪刺死。第5是大刀关胜。论战斗力值，关胜要比林冲强上那么一丢丢，青龙偃月刀的杀威属性就比丈八蛇矛厉害。大名府一战，关胜10个回合便砍了急先锋所操斧械，而这一战绩，其他4虎就完不成。那第6就是豹子头林冲了。作为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林冲堪称梁山马军中武艺最为精湛的战将，他的枪法水平极高，曾仅10个回合就生擒了扈三娘，一生单挑无败绩，胜率稳居梁山五虎第一。但性格软弱也是他的一个硬伤。一线战力第7位，小李广花荣。花荣不仅武艺出众，剑术水平也极高，甚至一张弯弓就足以称王称霸。在战场上，他张弓搭箭，箭无虚发，曾射杀过敌军中的很多一流高手，如曾头市的曾土、大辽的猛将琼瑶难言、方腊麾下猛将邓元觉等。总的来说，花荣的弓箭就好比张青的飞石，属于暗器中的 bug， 在战场上有着很大的威慑力，让人防不胜防，因此这里把他排在第7。当然了，若不算弓箭，只论纯武艺水平，花荣是排不到这个位置的。他的最强战绩也就是与秦明大战40-50回合不分胜负，随后他便急着要用弓箭取胜。第8是双鞭呼延灼。呼延灼属于防守型剑将，2条钢鞭耐抗耐磨，他曾与朝廷武将韩存榜大战100回合，开创了全书中最长的回合之距离。除了以上那几位，剩下的梁山好汉，谁想要通过单挑直接打败他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。先问问这些人有没有耐心跟他磨到100回合。一线战力第9位是花和尚鲁智深。倒拔垂杨柳也是鲁智深战力高强的体现，至少能够证明他力气很大。俗话说一力降十会，鲁智深一禅杖砸下去就是千斤之力，能够扛得住的都是高手。在武力表现上，鲁智深马上马下全能，最精彩的一战就是与方腊4大元帅之一的邓元觉搏斗50回合不分胜负。此一战过后，方腊手下的南离大将石宝对鲁智深都不敢小觑。一线战力第10是双枪将董平。董平是梁山最擅长冲阵的武将，他曾在梁山上千军马的队伍中横冲直撞将近4个小时，就冲这份战力表现，你就不能不把他排进前10。虽然他的人品不怎么样，但他的战斗风格是真的猛，董一壮的绰号不是白叫的。第11是青面兽杨志。杨志是武举出身，武艺比较全面，他马战步战皆能驾驭，刀枪棍剑也都能玩得转，这对战力方面而言很加分。鲁智深、呼延灼、林冲都曾与他交手过40-50回合，但没有一个能讨到便宜。第12是行者武松。把武松排得这么靠后，可能一些人忍不住要喷了，但武松只能在这个坐姿，因为他的战力值仅体现在不战上。倘若要论骑马作战，其战力值是无法跻身一线行列的。反观以上那几位，都是马上马下全能。虽说武松有3次以部队马一刀斩杀对方马军主将的战绩，但那些都是二流货色。换作是上面那11个马战顶级高手，武松就不好打了，除非他能把对方战马的马腿砍了，逼人家下马步战，但这种机会也不好找。即使对方下马步战，武松一时半会恐怕也赢不了。若战上一会儿分不出胜负，人家就可以跑回阵中再换匹战马与武松交战，那这样一来就没办法打了。所以论战力值排名的话，武松的位置很尴尬，不过足以跻身于一线，毕竟他创造了徒手臂猛虎的神勇战力。第13位是霹雳火秦明。原著中的秦明还是很猛的，属于打起架来不要命的那种。每次梁山征战，宋江都会派他打头阵，
而秦明凭借手中烽火狼牙棒，为梁山也正足了气势。在单挑对战中，他的压迫感很强，对方感到有压力就会先撤，然后秦明舞着狼牙棒在后面追。论战斗力，只有史文恭能打败他，其他人要么是与他平手，要么是凭借智谋或者暗器取胜。第14位是金枪手徐宁。徐宁的战力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，一是他的勾连枪，书中评价其勾连枪法天下第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林冲还曾与徐宁切磋过，对他的枪法水平也是称赞有加。二是他身上的家传之宝燕翎圈金甲，此甲水火不侵，刀枪不入。梁山攻打东平府时，徐宁大战董平50回合不分胜败，最终被宋江鸣金召回。此一战可以说是徐宁疑似下风，他的战力比起五虎将似乎还有一点差距，但排在1线也问题不大。第15位是扑天雕李应。李应是梁山上最容易被忽视的高手，作为梁山的财政总管，他很少上阵厮杀，唯一一场武力表现还是在上梁山之前，只是7、8个回合，李应便把朱标打得落荒而逃。这个战绩还是很不错的，能够体现出他一流的战力水准。但紧接着被朱标释放冷箭射伤，又反映出了他的闪避能力不足。不过好在李应还有飞刀绝技，书中称其被藏5把飞刀神出鬼没，综合一下的话，李应也足以跻身1线战力行列。那么到这里也就排完了，梁山之上只有这15人的战力能够跻身于1线。